大家好，我们来说一下黄建发这个特别重要的核心人物。黄建发就是中组部长，中组部的一个正部级的副部长。连中组部常务副部长还没有当上，江信治暂时还没有下去。黄建发官方的说法是协助常务副部长的正部级副部长，常在的常在，答应的答应，但是应该是临时的。江信治肯定要下去啊，应该是黄建发接替江信治。即便黄建发接替中组部常务副部长，那也不过是一个正部级，连政治局委员都不是啊。石泰峰这个中组部长也就是一个政治局委员，连常委都不是，距离中共的核心很远很远。中共只有这12个人掌握核心权力，但是石泰峰身份的特殊在于他和胡锦涛、胡春华是绑定的。石泰峰是胡锦涛的马仔，他担任中组部长就意味着胡春华要接班啊。石泰峰本身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同样的呢，黄建发虽然只是一个中组部常务副部长，但是他的实际权力完全可以跟石泰峰这个中组部长媲美啊，那肯定是差点意思，但是实际权力不会小很多啊。之前传言的中组部常务副部长邹晓东是陆永祥在担任浙江大学校长期间的秘书，陆永祥和江绵恒是中科院的同事，一个院长一个副院长。如果邹晓东担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的话，那么江绵恒就是江派的共主。事实上不是啊，江绵恒他也不行，曾庆红也不行啊。这名网友说曾庆红应该是现在的江派共主吧？我的回复是，这是典型的大外宣的说法啊，反常识。现在退休的常委之中呢，江派只有张德江的排名是最高的，朱镕基和贾庆林是细胞子派系的，胡锦涛、李瑞环、温家宝是胡锦涛派系的。从排名上来说呢，张德江就是江派的共主。我们分析了黄建发的派系背景，就可以知道谁掌握了人事大权，谁说了算啊。这同样是江派的人，为什么黄建发就可以上，邹晓东就不可以上呢？都是有原因的。邹晓东这个也是大外宣在扯淡，他是升任了参事室主任，升任了正部级。大外宣说成什么是蔡奇的人给发配了，正部级再边缘的人都是升职啊，只要是副部级升任正部级那就是升职。中国一共才几个正部级啊？江绵恒他不行，他没有什么党内资历，他根本压不住阵呢。就是江泽民死了之后，江派的共主必须一个人站出来挑大梁，不能再背靠江泽民这棵大树啊，大树骨灰都扬了。中共党内发言呢，要第12个才轮得上曾庆红啊，他能有多大的分量呢？周永康如果不抓的话，大概就是现在是排名第17，在现在的刘云山这个位置啊，周永康都能抓，那么排名在周永康后面的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有什么不能抓的呢？只有排名靠前的常委才是权力核心的人，要不然弄这个排名干嘛用呢？邓小平有一句非常大的名言，跟江泽民说的，毛泽东活着的时候毛是核心，他说了算，毛泽东死了之后我是核心，我说了算，现在你是核心，如果你讲的话说了算，我就放心了。那么现在江泽民也死了呢，江派谁说了算呢？就不管现在有没有中央决策委员会这个名头呢，中共党内现在掌握实际权力的都是这6个人啊，胡锦涛、李瑞环、温家宝、张德江、李强、赵乐际啊。
为了简化讨论，我们可以简单的说，就是胡文加、张德江、李强啊。中共现在就是他们4个人说了算啊。这某网友说，大包这期影片下面怎么来了这么多粉红来洗的？怎么一提到胡文就急眼了？是不是不了解你节目的内容啊？我的回复是，我也挺纳闷的，还专门跑到维基上去创建了一个假词条啊。这个词条是2025年7月2日刚刚创建的，然后从延安整风就开始扯淡了。延安整风是从2025年开始的。中共呢，谁说了算，谁掌握最高权力呢？不是由我来决定的。3中全会之后呢，提拔了200多个官员呢，就是谁提拔这些官员呢，出现最多的人，谁就是实际掌权的人呢。3中全会之后，首先提拔的这20个官员呢，你大概这么一看，就是李克强、李瑞环、温家宝、江泽民啊。李克强和江泽民都已经死了，那谁一天到晚在提拔李克强的人？那总不能是细胞子提拔的吧？等到把石泰峰都换成中组部长的时候呢，都已经提拔了150多个官员才明牌的。黄建发呢，担任了2年多的中组部副部长。黄建发应该是和石泰峰担任中组部长的同时被明确为正部级的，但是暂时没有接任常务副部长，应该会接任啊。到底谁提拔黄建发的呢？他这个人就能把江派的人一网打尽呢？而且大家可以猜猜，为什么好多说是江派的人没有出现在黄建发的时间线上呢？是不是说明他们根本就不是江派呢？1984年19岁的黄建发于浙江大学地质系区域地质专业毕业后，进入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国家地震局地震所地震地质专业攻读硕士研究生啊。19岁大学毕业，这都是神童啊！黄建发和广西党委书记陈刚一样，都是15岁上大学啊。要么这2个人的简历都是造假的，要么他们2个人都是神童啊。陈刚是江hà的扬州老乡，江hà提拔这些官员确实都挺牛的。如果不是简历造假的话，的确是神童啊，15岁就能上大学啊。陆永祥呢，他也是浙江大学校长，然后去中科院当院长的。当然了，和黄建发的年代不一样啊。1998年3月至2000年10月，33岁的黄建发担任中国驻纽西兰大使馆一秘。当时的中国驻纽西兰大使是陈文照。这陈文照是谁啊？陈文照名不见经传，没有人知道他是谁。陈文照是1998年担任中国驻纽西兰大使的，当时的总书记呢，的确是江泽民，但是仅仅凭这个时间的证据力不足。陈文照是1965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当时叫做北京外国语学院呢。北京外国语大学最出名的校友自然是张涵之啊，毛泽东的情妇。级别最高的呢是崔天凯，中国驻美国大使；傅莹，中国驻英国大使；武大伟，这都是外交部的副部长。但是呢，北京外国语大学不能都说成一个派系的，看这些人呢，肯定是3个派系的人都有。1988年到1991年，48岁的陈文照从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回到中国，担任中国外交部美大司加澳新处的处长。当时的司长是刘华秋。刘华秋呢，是江泽民外交团队的核心成员啊，是江泽民的中央外办主任。我们看看当年的报道啊，江泽民成立国安领导小组，刘华秋行情看涨。据即将于2001年2月14日出版的远东经济评论披露，中共最近成立一个类似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领导小组，由国家主席江泽民亲自领导。
日常工作由中共中央外事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华秋负责协调。所以刘华秋就是江泽民的马仔啊。2022年11月18日，刘华秋死亡。2022年11月30日，官方宣布江泽民死亡。根据官方公布的日期呢，刘华秋和江泽民是同一个月死亡的，一起死了。黄建发一开始就是江泽民的人啊，35岁的正部级定律。1998年甚至更早的时候，江泽民就看上了黄建发，准备把黄建发提拔为正部级。27年之后呢，黄建发晋升了正部级，江泽民都已经死了，说明江派现在至少还有一个人有权限提拔正部级啊，必须是排名靠前的常委才可以啊。2002年8月，黄建发担任地震局科技发展司国际合作司副司长。当时的中国地震局局长正部级是宋瑞祥。2003年，黄建发担任福建省地震局局长，当时的福建省委书记是宋德福。宋瑞祥应该是陈云、朱镕基的马仔，细胞子派系的，所以黄建发他要去福建宋德福那里解决正局级。宋德福是江泽民的人，宋德福是预定要接胡锦涛的班，宋德福还是胡锦涛的人，那不死循环了吗？宋德福没有这个命让朱镕基钻个空子扶细胞子上位的。张德江的大秘萧志恒在共青团是宋德福的手下，宋德福和萧志恒都是从军队调到共青团的。这个时候呢，张德江就已经出现了。宋德福的气势还是挺足的。宋德福书面回顾福建工作经历，我尽力了福建，天不假年，没办法，细胞子完全是篡位啊！细胞子一开始就不应该上位，就是篡位啊！宋德福再傻叉，他不至于有细胞子这么傻叉啊！宋德福说：“为福建的发展，我尽职了；为福建的老百姓，我尽责了。”为福建的干部成长，我尽心了。2010年11月，45岁的黄建发担任中共成都市委常委。当时的成都市委书记是李春城，之后是黄新初。当时的成都市长是葛洪林。当时的四川省委书记是刘奇葆，四川省长是蒋巨峰。四川省委副书记是李崇禧。李春城是细胞子派系的。黄新初是江泽民的人，当时还没有上任。刘奇葆呢，应该是胡锦涛的人。李崇禧呢是周永康的大秘。成都市委常委啊，不是成都市委书记能够提拔的，需要四川省委啊。就每次黄建发提拔的时候，必定有一个江泽民的人等着渡他呀，和渡船一样，一定有一个人等着把他送到升迁的对岸呢。黄建发每一步都能找到江泽民的人的头上啊。2012年4月，47岁的黄建发兼任成都市委秘书长，当时的成都市委书记是黄新初啊。黄新初上任成都市委书记之后，就让黄建发给他当大秘啊。财经曝光5名省部级高官涉刘汉案，方晓芳、黄新初、白恩培。刘汉和商人周斌的相识，正是经由时任阿坝州委书记黄新初牵线。周永康之子周斌与刘汉第一笔合作是一个旅游项目啊。黄建发他每一步都对应着一个江泽民的人，就是这么神呢。2015年6月，50岁的黄建发担任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当时的组织部长是范瑞平，当时的四川省委书记是王东明，四川省长是魏红，四川省委副书记是尹力。范瑞平我不确定，应该是细胞的人。
我猜呀，王东明有可能是胡锦涛的人，尹力是细胞子的人，就那只能是这个省长魏宏是江泽民的人啊。魏宏他就是在王岐山担任中纪委书记期间被拿下的，降为副厅级。据媒体报道，魏宏与周永康私交甚笃。黄建发在四川省被提拔的这3部啊，李崇禧、黄新初、魏宏都和周永康关系密切啊。李崇禧是周永康的大秘，黄新初呢与周永康的儿子周斌关系密切，魏宏呢与周永康关系密切啊。而且黄建发是担任四川组织部常务副部长，魏宏的标签就是组织部啊。魏宏我们需要尝试的东西太多啊。从1997年任四川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开始，魏宏便与基层民主改革联系在一起，成为其发展的重要推手之一啊。中共真正推动过民主改革的官员呢，好多都是江泽民派系的，胡耀邦、李元朝、魏宏。胡锦涛派系的就是赵紫阳、李瑞环、温家宝啊。这6个官员呢，是多多少少有那么一点点实际动作的。2017年4月呢，52岁的黄建发任中共四川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当时的人大委员长就是张德江。省委常委呢，要么是总书记提拔的，要么是总理提拔的，就是要么是细胞子提拔的，要么是李克强提拔的，最多是人大委员长，那就是张德江。2018年7月，53岁的黄建发调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组织部长，这就是平调啊。当时的浙江省委书记是车俊，当时的浙江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是温暖，温暖就是李强提拔的，李强就是张德江提拔的。我们总结一下，黄建发担任中国驻纽西兰大使馆一秘，当时的大使陈文照在中国外交部美大司当处长期间的司长刘华秋是江泽民外交团队的核心成员。现在的中国驻欧盟大使蔡润副部级就是刘华秋的马仔。黄建发曾经挂职福建地震局局长，当时的福建省委书记宋德福和张德江共用一个秘书肖志恒。黄建发在四川3个上级呢，四川省委副书记李崇禧是周永康的大秘，成都市委书记黄新初与周永康的儿子周斌关系密切，四川省长魏宏与周永康本人关系密切。黄建发担任四川组织部部长期间，组织部副部长温暖是李强提拔的，李强是张德江提拔的。黄建发担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掌握人事大权，说明江派的共主是张德江。好的，谢谢大家。